快的，自驾行程已经过半。今天是自驾的第6天，由于暑假期间四国地区的住宿费用明显上涨，我们查找比较了几天后，最终决定在位于金治和松山市之间的小渔港内的民宿北条小屋住上2晚。因此，今天的移动距离成了这几天最长的一天。早上我们首先前往沿途的道之驿吃早餐，稍作休息后，便继续前往尾道去品尝那家知名的排队拉面店。从我们等位到用餐结束，店里的人流始终不断，拉面的味道果然非常出色。如果你有机会路过，真心推荐不要错过哦。行经濑户内海国家公园时，因为都是开在高速公路上，可能是看过鸠羽山的无敌海景，所以老实说，当下觉得风景一般般。直到我们抵达金治的高速公路休息站，这休息站除了有榻榻米外，还有提供免费的按摩椅哦，非常适合我这种开车体力不好的人。在傍晚之前顺利抵达民宿，民宿的位置在很小的巷弄里面。第一次在日本有考驾照的感觉，巷子小到了一个极限，差点把我弄哭了。隔天用完早餐，我们开车前往松山市，想去看《千与千寻》的汤屋原型。到后除了温泉，中世纪也曾经存在一座小山城，整个地区范围不大，逛起来还蛮舒服的。And your kisses are something I can't deny. Is it right? Is it wrong? I don't care, it feels way too good. Is it right? Is it wrong? Your lips heal me when I feel blue. Say you're the one I hate, but I wake up in your bed again. Some days I say I will run away, but it's all a lie, 'cause I always stay. It's all a lie. 中午在道后找到一家评价很高的广岛烧店家，老板很帅气，店面装潢很简单，味道非常好吃。如果住在附近，一定会常常跑来吃。Is it right? Is it wrong? I don't care, it
走到道后车站前，刚好赶上了机械钟的成年秀。日本的小型车站还蛮常看得到机械钟，通常会把当地的特色融入在里面。傍晚回到民宿，逛一下这座小渔港，突然发现这里房顶的屋瓦装饰很华丽。虽然小渔港现在比较落寞了，但是还是可以想象得到，这座小渔港以前还是挺富有的。今天在网络上找了一家温泉旅馆，青山阁，安排上了1泊2食的住宿套餐，想好好再次体验温泉旅馆的会席料理。接着前往4国中央的纸博物馆，这间博物馆展示了跟纸有关的历史和产品，内容蛮丰富的。是旅途中很好的免费景点。高屋神社因为落实封路，只能下次再来了，所以改去不远的父母滨海滩。顺利在下午4点多抵达旅馆。旅馆比想象中大很多，装潢也很浮夸。当天有2-3个台湾旅行团入住，所以我一开始很担心晚餐会很普通，温泉会挤满人。晚餐是在旅馆3楼的料亭，进到私人包厢，看到料理长的菜单，当下感觉今晚应该不会失望。只是没想到，第一盘前菜，料理长就征服我的味蕾了。唯一让我想抱怨的部分，只有筷子。我不懂一碗要日币6万的旅馆，为什么提供着质感爆差的免洗筷？我是料理长，
应该会很想哭。便利商店免费筷子，质量都比较好。装潢和餐具不是也是料理的一部分吗？今天计划先去高松市的莅林公园、名门漩涡、六角山的观景台，晚上抵达尼奇的饭店。所以今天是开车行程最远的一天。旅馆的早餐是在宴会厅提供的，所以如果没有小鱼干，就会让我很失望。莅林公园也是这趟旅程让我惊艳的景点之一，占地16.2公顷，相当于东京巨蛋的3.5倍大。建造于1630年，经过300多年在地领主的增建修改，才形成了现在一步一景，四季风景不同。日本国宝级的庭院莅林公园。离开莅林公园，随便在休息站吃个简餐，赶在漩涡大潮结束前10分钟抵达观景点。这个船弄出来的。
晚上六角山云雾环绕，日本三大夜景，只能下次再来了。